俄军的大幅度后退意味着多大损失？顿巴斯之后，普京必须做什么样的努力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乌克兰在顿巴斯方向发起反击以后，我们曾经聊过，要看是乌克兰先吃掉19姆这个突出部，还是休整中的俄军能够快速完成状态转换，从两侧挤压乌军突出部队，重演阿登战役。过了2天，答案就出来了。俄军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反击力量，也没有组织坚守阵地，放弃了库比扬斯克，紧接着是放弃了19姆，还有巴里克利亚。现在红利曼也守不住了。从俄乌战争第2阶段开始的顿巴斯大战中，俄军用了近半年时间获取的战果，在这3-5天里边就被乌军一路的推回去了。而且呢，俄军后撤的道路也被乌军控制，俄军大量人员放弃了装备，离开道路，分散穿越森林，这可不是有组织交替掩护撤退的样子。加上呢，乌军这次夺取了大量俄军遗留的装备还有弹药，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乌军的后继实力。所以一些俄罗斯媒体也承认顿巴斯这一仗是俄罗斯输了。关键是乌军重新控制的区域幅宽和纵深都很大，而且呢基本拉平战线，被俄军反击包抄后路包围的风险也基本解除。对于这次战役，媒体有不同的解释。有的媒体说，这是俄军为了拖延战争、消耗欧洲，要让乌克兰尝到一点甜头。但是要拖延战争、稳固战线，不发起大的进攻性行动就可以了，没必要把上千平方公里的区域交出去。这个甜头给的也太大了。而且北京某特别大的报纸有文章说，19姆这一仗不管谁赢谁输，美国都是最大的输家，美国输惨了。不过我看这篇文章评论区里边，貌似读者们都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高深莫测。我估计呢，这是文章作者也被战局打乱阵脚，但是总要写点什么完成任务嘛。当然，从专业角度分析问题的媒体还是有的，虽然意见不尽相同，但是并非一味空喊口号，还能提供一些分析的思路。一般这样的媒体会认为，俄军在这个方向可能太轻敌，导致判断错了乌军的作战能力还有力量储备情况，认为乌军在赫尔松大举进攻，其他方向就不容易有大的动作。所以前一段时间虽然有风声传出来说乌军要在哈尔科夫反击，恐怕俄罗斯决策部门看到这样的情报以后，也先排除了可能性，导致没有提前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，这应该是乌军进攻顺利的根本原因。但是呢，有些媒体也提出一些疑点，说虽然俄军撤退非常仓促，但是发现苗头不对，果断放弃阵地，那么俄军撤退动作还是很快的。那么撤出来多少呢？如果损失大量装备和地盘，但是人员能够大量的跳出包围圈，回到俄军后方，存人失地，那么俄军还是能够重整部队。这个仗恐怕就还有多个回合要打。当年2战的时候，苏军在基辅和哈尔科夫都吃过大亏，现在就要看俄军能否承受这次的损失。其实我们最需要关注的问题，倒不是军事上的问题，而是政治上俄罗斯能否保持军队和后方的心理稳定。军队需要士气的，所以特别要防止这一次战役产生并且弥漫失败情绪。另外呢，就是后方，俄罗斯境内的反普京力量肯定也会以此为理由质疑普京跟他的幕僚。那么现在，如果俄军仅仅说是主动把19姆还有巴拉克利亚的部队调到了顿涅茨克，这个胜利转进的解释有点类似当年国军的我军一退千里，共军追击不及，这个说法是没法服众的。所以普京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趁着乌军立足未稳，补给线再次变长，重整俄军部队，夺回一些区域，或者是给乌军一个重大打击。必须有战果，也必须让乌军在顿巴斯待得不安稳，才能够稳住国内民心。而且如果乌军在顿巴斯过得太轻松，并且能够抽出部队南下，那么不仅仅是赫尔松，还会重新承受巨大压力，从马里乌波尔到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都会很困难。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边，俄军要是不玩一把大的，那可是不行的。